家里的大米堆积如山，可男孩却每天上山啃树皮。不是树皮好吃，也不是男孩有病，而是家里的地主婆宁愿将剩菜剩饭喂狗，也不让他吃饱。然而他每天能吃的口粮仅仅是一个鸡蛋大小的干粮。可恶的地主婆，真不把别人当人看，每天蛋的比牛多，吃的比猪差，活得还不如条狗。男孩年少丧父，7岁就被二叔卖给了地主家当奴仆。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填饱肚子，脱离奴籍身份，再娶个腰宽背厚的女人做老婆。而这一切似乎只能在梦里实现。二狗子，二狗子，太阳都晒屁股了，还不起来干活？哎，原来是在做梦啊！整天就知道偷懒，快给老娘放羊去！要不是我们收留你，你早就饿死了。对，多谢夫人活命之恩。殊不知，正是这次放羊，将彻底改变男孩的一生。而此刻，他的肚子又不争气地叫唤起来。现在满山都找不到树皮啃了，还好今天带了干粮。于是他从破衣腰间掏出一团鸡蛋大小、黑乎乎的干粮，细细咀嚼。这东西是用稻糠和大麦壳碾成的粉掺杂在一起做的。先不说好不好吃，硬得跟块石头一样。即便是这样的干粮，他也从未吃饱过。不行，还是得去找点树皮啃，否则不用等到晚上，就得被饿死。山上有很多树木，可能吃的树皮却很少。看着满目疮痍的树木，男孩无奈叹气。看来只能再去别的地方找了。男孩这些年吃了很多种树皮，大部分树木很难吃，只有榆树皮比较好吃。可它最外面层不仅老，而且粗糙难以下咽，吃后还拉不出来，只有里面稍嫩的一层才可以食用，而且扒一半要留一半，不然树要枯死。就在他拔下树皮吃的高兴之余，一只老鼠飞快地跑过。有老鼠说明这附近有鼠洞，要是能够找到就不用啃树皮了。于是他赶忙兴奋地在四周寻摸起来，终于看到了一棵粗壮的榆树，树下有一个巨大的洞。他兴奋地跑过去，树洞很深黑的可怕，什么都看不到。切，黑没什么好怕，我现在就怕饿。男孩没有任何犹豫地钻了进去。哎呦，卧槽，真倒霉！李二狗痛骂一声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原来洞内一截树枝把他绊倒，脚被割出一个小口子，还淌了不少血。他骂骂咧咧地揉了揉腿，忽然摸到一个硬硬的东西。咦，什么东西？他拿起来一瞧，竟然是一面铜镜。镜子也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年，样式古朴，暗淡无光。或许里面的光线不好，他并没有注意到镜子上面的鲜血，此刻竟一点点的消失。这东西好歹是块头，如果要是拿去给铁匠，应该能换不少吃的。一想到吃的，他的眼睛都不由一亮，就连腿上的伤口都不痛了，立马把铜镜藏好，来到羊群处，赶着羊群回家。小杂种，这么晚才回来，是不是又在外面偷懒了？赶快给老娘去烧洗脚水！李二狗哪敢顶嘴反驳，心中把他祖宗18代问候了遍，可脸上却不得不强挤出一丝笑容，一溜烟朝厨房跑去。来到厨房，其他下人都走光了，桌子上面还剩个小半碗菜汤。他饥饿无比，也不管3七21，就全部咕嘟咕嘟喝了下去。这菜汤里面清汤寡水，不顶饿啊！忽然，他看到旁边黄狗的碗里竟然还剩下小半碗的吃食。他毫不犹豫冲过去，一脚把狗给撵走，随即端起狗碗就开吃起来。他惊奇地发现，这狗食里竟然还有一块肉。连狗都有肉吃，该死的地主婆，万恶的黄鼠狼，莫欺少年穷！我二狗子要是有出头之日，早晚要和你们算算这笔账。骂完心里一阵舒畅，接着就把肉扔进嘴巴吧唧吧唧吃起来。还别说，这味道好极了。要不是有大黄在，这些年自己早被饿死了。烧好了水，赶忙给地主婆端了过去，紧接着又去村头挑了5大桶水，这才回到自己的屋子里睡觉。此刻他没有睡觉，而是拿出了那枚小镜子，左右翻看摆弄，越看越稀罕。肚子又咕咕叫了起来，他又从席下摸出一个巴掌大小的饼子。这东西虽然难吃，不过比直接吃树皮好一点。就这饼子还是他偷摸藏起来的，饼子干巴难以下咽，刚咬一口就被噎着了，赶忙把饼子和镜子放下，就下地去取水喝。好巧不巧，那饼子就放在了镜子上面。他一回头的功夫，竟发现饼子神奇的消失了。什么情况？难不成见鬼了？他有些发懵，赶忙走过去拿起镜子翻找，却怎么都找不到。就在他郁闷时，镜子忽然微光闪烁，直接吐出2个饼子。他不敢置信地捡起饼子，发现2个饼子一模一样。咦，这个镜子看样子并非凡物啊，可这复制的能吃吗？他犹豫了一下，拿起复制的饼子轻轻咬了一口，咀嚼2下。咦，乖乖，不仅没那么硬了，还有一丝甜滋滋的感觉，哈哈哈！宝贝，我捡到宝贝了。他感觉复制出来的饼子非常好吃，还顶饿。吃完后，肚子里面像有股暖流，暖烘烘的。他又拿起另外一块原装的饼子，咬了一口，发现还是非常难吃。原来复制的东西更加好吃，不过为啥会感觉到犯困呢？收拾好镜子，劳累了一天的二狗子终于忍不住沉睡过去。
第二天刚天亮，李二狗就醒了过来，他摸了摸手上的小镜子，突然闪出一个大胆的想法。既然这宝贝能复制康饼，那羊能复制吗？男孩每次上山放羊，山上的树就会被扒掉一层皮，然而这些树并不是被羊群啃的，而是男孩啃的。男孩这些年全靠这些树皮续命，甚至连唯一的干粮都不舍得吃。可今天上山放羊时，他却故意将今天的口粮给扔了。切，要是能吃上羊肉，谁还吃这破干粮？于是他恶向胆边生，悄悄往羊群走去，小心翼翼地把镜子放在羊屁股上，镜子微光一闪，羊瞬间消失。在他焦急的等待时，镜子又光芒闪烁，吐出2只羊来。成功了，真的成功了！于是他兴奋地掏出镰刀，对着羊脖子就是一刀。小羊挣扎了一会儿就不动了，接着他迫不及待地将小羊开膛破肚，扒皮抽筋，搭起烤架，将羊放到火堆上烤了起来。不一会，烤架上的羊散发着香喷喷的肉香，他忍不住把下一块羊腿一口咬了下去。这是啥呀？这也太好吃了！这就是羊肉的味道，好吃，真的太好吃了。李二狗一边大口吃着，一边抹着眼泪。可惜他撑死就只能吃掉2个羊腿，看着剩下的羊肉，他心中犯了难。这荒山野岭往哪藏呢？要是藏起来被野兽叼了去，极不可惜。要是有一个能够装羊的宝贝就好了。他正这么想着，就看到镜子上面微光一闪，那剩下的羊肉唰的一下就飞进了镜子里。我操！见鬼了！不对，刚才剩下的羊肉明明钻到镜子里去了。于是他心中想着羊肉出来，不料羊肉竟然真的重新出现在了他的面前。哈哈，这镜子不仅能够复制东西，还能用来装东西，真是太神奇了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李二狗的日子就滋润多了。每天上山放羊，他都能吃上羊肉。或许是天天吃羊肉的关系，他的脸色也红润了起来，就连个头都长高了一些。羊肉在镜子里面待的时间久了，不仅不会腐烂，还会越加好吃。可惜复制过的东西不能复制第2遍。就这样，转眼就过了2个月。这天，李二狗望着自己经常坐着的那块大石头出了神，突然，只见他一把抓住石头，100多斤的石头就被他轻松举过头顶。他还感觉不过瘾，来回举了3、4下，这才心满意足将石头放下来。以前自己拿个50多斤的东西都费劲，现在100多斤的石头也能举起来。看来这羊肉真是大补，怪不得人人都爱吃肉。随着力气的变大，他发现自己吃的也越来越多，可能复制的羊却所剩无几，不由担忧起来。还有15只羊没有被复制，以后不能敞开怀吃了。接着他便像往常一样赶着羊群回家，刚刚进入家门，就看到地主婆冷着一张脸，一脸疑惑地看着他。不对劲，太不对劲了！你这个家伙最近怎么长高了，还似乎胖了一些。完了，这娘们是不是发现啥了？要是被她知道了镜子的秘密，自己要不要逃跑？不行，吓人逃跑被抓回来，会直接把腿打断，严重的还会被扒皮。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，地主婆突然恍然大悟。我知道了，你一定偷吃了旺财的狗粮，是不是？一句话惊醒梦中人。李二狗立马扑通跪下。夫人，我再也不敢了。一想到自己偷吃旺财的饭，罪名不大，可要是让他胡思乱想下去，自己要倒大霉。地主婆看到自己猜的正确，脸上不由露出得意的神色，可下一秒脸色立马变得狠厉起来。我说旺财怎么瘦了，竟然是你！该死的家伙，可把我家旺财给饿坏了！说着他就扑上来，抄起棍子对着李二狗就是一阵劈头盖脸的毒打。该死的家伙，竟然敢偷旺财的饭！今天你能偷旺财的饭，明天就敢偷我家的羊，看我不打死你！抱着脑袋的李二狗哪敢反抗？他知道反抗只会被打得更凶。拥有多年挨打经验的他已经练就了一身抗打的皮肉，再苦再痛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地主婆打了一会儿就累得气喘吁吁，看二狗子不吭声也不反抗，顿时有些乏味。李二狗，要是让我再发现你偷吃旺财狗粮，我就打断你的狗腿，这次就罚你3天不许吃饭。说完他就得意地往旁处走去，看都没看李二狗一眼。这样下去，自己早晚有一天小命不保。不行，我一定要想办法逃出这里才行。虽然他现在有宝镜可以复制东西，可他从小到大生活在望龙村，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。即便有钱赎身，地主黄世坤也不会同意。说白了，他的这条命现在就是地主家的，就算有钱了，那也是地主家的钱。一想到这些，李二狗心事重重。当他经过堂屋时，发现其他下人都在忙着打扫卫生，家里好像比往日更热闹几分。来到厨房，跟管理伙房的刘大脑袋询问一番，才知道大少爷回来了。这家伙也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回来待上几天，此刻距离过年虽然不远了，不过往年都没有回来的如此早，难不成有什么特殊的事情，他才会提前回来？狗子，快点帮忙，老爷要下面开饭，赶快帮忙把菜端上去。
我的天，今天黄鼠狼是出大血了！平时那家伙一个咸鸭蛋都要用筷子沾着吃3天，今天居然大鱼大肉。他端起一只喷香的烧鸡，正准备往外走，就听到身后刘大脑袋怒骂：“兔崽子，你慢点！要是洒了，看老爷不扒了你的皮！”小的。李二狗脚步匆匆，却没有直接去堂屋，而是偷偷把烤鸡进行了复制。一番操作后，美滋滋的往堂屋送去。等他端完菜想溜走时，却被大公子黄霸天给叫住了。你小子是谁？小的李二狗，大少爷不记得我了。李二狗，阿猫阿狗的，真难听。就你了，别走，给我们爷几个倒酒。李二狗心里直骂娘，奈何自然不敢反驳。哼，地主婆很是嫌弃，奈何大儿子开口，他自然不好赶李二狗走。黄霸天咕嘟咕嘟喝了一大口的酒，就开始谈论他在武馆如何，一时间当真是唾液横飞，口若悬河。原来明年大少爷就要献考了，一旦考上武士，就可以进入县衙当一名捕快。有了这个身份，黄鼠狼完全可以在镇子里面横着走了。李二狗也是听得津津有味，他还不知道外面的世界竟然是这个样子的。看来想要出人头地，就必须要去县城考个官职。众人酒足饭饱，刘二狗收拾完碗筷就要离开。二狗子，你给我站住！自己也没有招惹这祖宗啊，他要干啥？李二狗转头看向黄霸天，一脸疑惑地指着自己：“大少爷，你叫我？”对，我说的就是你。明天你、铁蛋、老王八、四仔都来陪我练拳。记住了，来晚了一步，我打断你的狗腿。男人每次跟人比武练拳，手里都会提着一桶白花花的米饭，可他自己却从来不吃。你们几个把桶里面的饭全部吃光，一会儿陪我练拳。你们要是吃不完，我打断你们的腿。原来男人是地主家的大少爷，怕下人饿肚子没力气，打起来不过瘾，便让下人们吃饱了再跟他练。可他的这番操作却把李二狗给整不会了。只听过主子逼下人干活的，还没有听说主子逼下人吃饭呢。四人平时吃糠咽菜都不敢奢求能吃到米饭，今天居然有这种好事，大家可就不客气了，非常有默契的抓起来就吃。亏大发了，要不是黄鼠狼在那看着，我就能拿到外面复制一下了。4个人一桶饭根本没有太大的问题，就连李二狗也意犹未尽。自从得到宝镜之后，他的饭量明显加大了。黄霸天看几人把所有米饭都吃光了，这才很满意的对大家招手。走，跟我去演武场。众人跟着他来到后院，这里有一块10几丈宽窄的空地，上面铺就半米高的石台，石台四周矗立了一些木桩跟武器架，这便是黄霸天练功的演武场。此时黄霸天站在演武场上，看着眼前几个人，脸上满是冷漠和傲慢的神情。今天找你们几个来，就是来陪我练拳，只要你们表现得好，我自然有赏。真要是让我高兴了，把你们带去镇上武馆也不是不可能。自己刚想逃离这里，老天就赏赐这难得的机会，只要离开了万龙村，离开了黄老财，日后岂不是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？要是考上了武师，黄老财就得乖乖的交出自己的卖身契。想到这里，他内心又激动无比，而黄霸天也不啰嗦，就让几人攻击他。让你们上，听不到吗？还不快点！众人有所迟疑，可在他的催促之下，铁蛋第一个冲了上去。铁蛋虽然力大，却有些迟钝，可惜太慢了。李二狗几人不仅被吓傻了，也被吓坏了。这哪里是练拳，简直是要人命啊！切，这家伙不中用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你们几个可要好好表现一下，不要像这个废物一样让我失望。说完，他竟然一跃而起，半空之中就探出手找对着四仔抓来。四仔反应迅速，不断绕着演武台四周跑。现在不出手，一会也是挨揍，还不如先下手为强。二人默契的一起冲了上去，对着黄霸天左右夹击。哈哈，来得正好。老王八对着黄霸天的面门就一拳轰了过去。李二狗也不啰嗦，直接对着他的下身就来了个猴子偷桃。只见黄霸天脑袋一歪，躲过老王八的拳头，腰肢一扭，又躲过李二狗的攻击。好灵活的身法！李二狗还在惊讶黄霸天的身法时，黄霸天已经对着老王八面门一拳轰了下去。老王八惨叫一声，满嘴鲜血的横飞出去，接着又一个闪现踢在李二狗身上，也飞了出去。就在李二狗躺在地上喘息时，看到黄霸天抓着四仔的手，对着四仔的腿一脚踩下去，四仔的腿就以不正常的弯度垂了下去。这黄鼠狼果然歹毒凶残。不过片刻，四人纷纷被打倒在地，惨叫声不绝于耳。黄霸天看着几人一脸鄙夷，还真是一帮不中用的废物。他转身要走，就听到李二狗喊道：“等等，大少爷，你还没有给我们赏赐呢。你不是说你高兴了，就带我们去城里的武馆吗？”你没事吗？没事，就是有点疼。
黄霸天看到李二狗还能站在这里跟他说话，不由来了兴趣。要知道刚刚他那一脚虽然未尽全力，可即便是一头牛也不一定能够起来。哈哈，好，不错，不想我黄家还有你这样抗揍的家伙。你要是再接下我一拳，我不仅给你赏赐，还带你去镇上武馆学本事。弄了半天还要再来一拳，这岂不是想要我的命吗？可这是唯一逃离这里的机会，拼了，反正自己烂命一条，人死鸟朝天，不死万万年。李二狗下定决心试试，不过为了以防万一，他还得刺激黄霸天。大少爷，你不会忽悠我吧？再打一下，或许我会受不了，直接疼死过去。您这样的身份，不可能欺骗我吧？这话可是妥妥的软刀子，如果大少爷不信守承诺，到时候人言可畏，会被人戳脊梁骨。大人，我哪里会骗你？跟我去了镇上武馆，不仅吃喝好，还可以锻炼武技。嘿嘿，要是你能学到真本事，还能去考武师，等待你的就是飞黄腾达，永远离开这个破山沟。好，我接了。黄霸天欣赏地看了李二狗一眼，接着脸色一变，毫不犹豫地对着李二狗一拳轰出。臭不要脸，也不给我准备的时间。奈何此刻说什么都晚了，李二狗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这一拳接下。他从小挨打，几乎每天都在挨打中度过，对于挨打有丰富的经验。特别是他自从吃了镜子里面复制的东西，体质是一天比一天好，比起以前更加能挨揍了。李二狗躺在地上，缓了好一会儿，他才颤颤悠悠地站起身来。这一拳是真他喵痛啊！刚刚自己可是全力以赴的一拳，就算一头牛也能轰杀了，可他竟然还能站起来，怪不得老娘昨晚说李二狗越来越抗打了，难不成天天挨打真的可以练成皮糙肉厚、钢筋铁骨？看到这神奇的一幕，他忽然改变主意了。师傅时常跟自己嘟囔，没有好的陪练，魏全都找不到人。哈哈，这小子如此抗揍，稍加培养，岂不能成为自己的摇钱树？男孩明明是个下人，待遇却比其他下人好。主人的饭菜他先吃，下人的活他不干，甚至能跟大少爷同坐一辆马车去镇上武馆。可当大少爷看到街道旁坐着一群老太太时，他却故意喊车夫掉头换路走。大少爷，为啥要绕路而走？你知道啥？那些老头老太太都是镇上富户家的爹娘，我们招惹不起。原来这些老太太闲得无聊，每路过一个人都要品头论足半天，一个弄不好就是路过的狗都要身败名裂。当年我年少无知，初来乍到被人询问，村头说我去拜师学艺，村委却说我去驿馆嫖妓，弄得我身败名裂，被人嘲笑了好一阵子。李二狗心头炸裂，第一次知道老头老太太还有这样本领，顿时哭笑不得。要是自己老了，是不是也能坐在那里跟人吹牛打屁呢？别瞎想了，那里也不是谁能坐过去的，你还是好好的种你的地吧。李二狗面色一窘，却是不明白黄霸天是什么意思。凭什么自己不能坐过去呢？不过这个念头一闪，他就继续美滋滋地看向别处。街道两旁的摊位上有卖布匹的，卖蔬菜水果的，路人来来往往，很是热闹。以前翠花跟我说有一种叫冰糖葫芦的东西，酸甜冰凉，非常好吃，不知道街上有没有得买呢？卖包子了，卖肉包子了，香喷喷的肉包子便宜了。他看过去，包子铺上面摆满了白白胖胖的大肉包子，一股扑鼻的香味袭来，让他口水都差点流下来。等自己有钱了，说啥的买2个，一个用来看，一个用来吃。不对，自己买一个就行，自己可以复制啊，买多了浪费。李二狗从未吃过全是肉的包子，倒是在7岁那年吃过一次酸菜馅的，吃了之后就被叔叔给卖了。等自己有出息了，非要他知道花儿为什么会这样红。就在他胡思乱想间，马车就停在了一间宅院前。王霸武馆，哈哈，这武馆的名字好有个性。哎，没文化真可怕。这就是镇子上最大的武馆，叫做昊天武馆。这不认的字就是不行，有机会一定要好好学习一下。黄霸天一进武馆，身上的霸气顿时就消失了，逢人就笑呵呵的，不断对着那些人点头哈腰，一点也看不出在家里面的狂霸之气。李二狗一脸惊奇，他紧紧跟在黄霸天的身后，不敢瞎走。你在这里等一会，我去见师傅，一会就带你上工。这么快？黄霸天小心翼翼朝眼前的门走了进去。武馆馆主朱大强眼神之中带着一丝鄙夷，看向黄霸天。回来了呀！嘿嘿，师傅，我回来了。不仅我回来了，我还给你带来一个宝贝。切，你一个乡下人能有什么宝贝？宝贝？什么宝贝？师傅，你不是说武馆缺个陪练魏全的吗？我找了一个非常抗揍的家伙，我试探过了，很抗打，并且打死了还不要钱，只要师傅您老人家给口饭吃就行。哦，好，不错，知道为师傅解忧了。我这个人是有原则的，1个月10两银子该给还是要给的。至于安顿他的事情就交给你了。说完，他挥了挥手示意黄霸天下去。而此刻黄霸天心中乐开了花。
嘿嘿，这个李二狗当年可是老爷子花了1两银子买回来的，这些年不仅干了不少活，如今长大了更是能1个月挣10两银子了，以后自己就不愁钱花了。以后要好好培养培养这个家伙，可别被其他师兄打死了，不然自己可就少了一棵摇钱树啊！一想到这些，他心中美滋滋。出了屋子，他的笑脸一收，脸色变得严肃起来。看到李二狗还站在那里傻乎乎的看着周围的一切，心中不由鄙夷，还真是条傻狗，把你卖了还给人家数钱呢。他心中得意，走到李二狗跟前。二狗。李二狗收回目光，看向黄霸天，一脸期盼的询问：大少爷，事成了吗？你是不知道，为了让你留在武馆，我可是跟师傅磨破了嘴皮子，花了一大笔钱，师傅这才答应让你留下来。不过能不能留住，还需要看你的表现。表现？大少爷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表现。李二狗马上装出一副感激的模样，声音都显现了有些激动。不知道为啥，总感觉这个大少爷没安啥好心，凭他那阴毒的性格，狠辣的手段，算了，只要自己能够学武就行。李二狗，我看好你，不过你出来修炼根基不好，要好好的磨练磨练。正所谓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，你就先从陪练做起。我看好你，日后你一定会有所成就的，到时候考个武士，就光宗耀祖了。面对黄霸天给他许下的美好大饼，李二狗心中鄙夷。我信你个鬼！早晚有一天，我要让你们黄家连本带利给我补回来。